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你的手腕上有几条线。手腕线看财运，有钱人手上都有这条。如何从手腕线看你一生财富？手腕线位于手掌与手腕的相接处，又称为动脉纹、手颈线。手腕线与人的运势息息相关，你可以观察一下你有几条手腕线，以此来判断你一生的财运。一般人的手腕线有2条，第一条表示生理机能状况，第2条象征财富和男丁。拥有3条手腕线的人，头脑聪明，可成为专业领域中的精英。手腕线的好坏与父母的遗传特别有关，你的机运、财富与健康，甚至未来的生育能力，都能从手腕线的形态上反映出现。每个人的手腕线不同，面临的考验与曲折不同，人生的际遇也是千差万别。有的人安享富贵，有的人却贫苦一生，有的人能一夜暴富，有的人却只适合劳而有获。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手腕线有几条的含义是什么意思？一条手腕线，如果一个人的手腕上只有1条手腕线，则说明这是不完整的手腕线，寓意着此人在未来缺少亲友缘分，可能会一生劳苦孤独，很难拥有更多的财富。所以当我们发现这种手腕线存在的时候，就要及时调整自己命中的运势，增加自身的财运。2条手腕线，如果一个人的手腕上是2条手腕线，则说明您的命运跌宕起伏，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坎坷灾劫，而且命中的财运和事业运也不是很好，很难遇到发财的机会，在事业上也难以得到长足发展，需要及时的对自己的命运进行改写，如此才能够保证您未来的命运会更好。3条手腕线，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是3条手腕线，则说明这是一种非常完美的手相，预示着您在未来的身体健康状况会非常好，而且寿运也会非常漫长，在财运方面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一生的福气非常好，未来会成为一个福禄寿双全的人，但在生活中还是要提防小人。3条以上手腕线，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在3条以上，比如4条或5条，则是一种大吉大利的手相，预示着您在事业、感情和求财等方面会有很大的收获，最终不但会找到一个如意的命定伴侣，还会拥有一份极佳的好工作，时不时的就会升职加薪。手腕线的形态，手腕线深刻、清晰，没有间断的人，表示其人精神充沛，身体健康。若线纹有断、缺、倒纹或切入一些横纹、杂纹者，其人之精神则见不足，体质不佳，也可能会有小病频出之现象。手腕线第1线呈链状，而其他2线优良，表示此人年轻时不够乐观，甚为劳碌，最后必将获得成功。只在靠近小指侧的手腕线为链形，表示年轻时劳碌，许多事总是要历经波折才能有收获，但在40几岁后生活逐渐好转，得以过较顺心的平稳生活，链形愈短，好生活来得愈早。手腕线上多直纹，表示此人必能获得名誉与地位，一生享得显耀的名声。若其上直纹不直而呈现斜乱者，则表示此人虽能在名誉地位上获得成就，不过很有可能是不正当途径获得的。手腕线上出现辅助线。手腕线上有十字纹，作为吉祥象征的纹理之一，十字纹若是出现在手腕线上的话，预示着其人在年轻时期有着较为艰苦的生活，但是到了中年之后便能够迎来稳定和富贵。特别是那些手中感情线外形出色的人，更是可以在结婚后获得出色的事业发展，
从而依靠努力工作为自己赚取财富。2. 手腕线上有星纹，和十字纹一样，星纹也是手相中比较常见的吉兆纹理之一。而且星纹的存在代表着意外之喜，特别是出现在手腕线或者是事业线上，意味着命主能够在工作中获得横财。他们的财运虽然变化较大，但是却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有所收获。此外，这类人的理财投资能力同样也很出色，可以通过正确的投资为自己增加收入。3. 手腕线上有三角纹，大部分人的手腕处有一条手腕线，如果有3条手腕线，只要其中任何一条手腕线上有其他纹路形成的像三角形一样的纹路，这种人必定会大富大贵，能够从自己的祖上和父辈得到大量的家产，并且这种类型的人天资聪颖，拥有奇才奇智，自己创业或者从政都能取得非凡的成就，自然会钱财满仓，富贵无人能比。4. 手腕线上有竖纹，这是指手腕线上存在短小的竖纹，直直地插在手腕线上。这种线纹对于命主运势的影响同样很大，如果其存在的位置靠近手腕线的中央部位的话，说明其人在中年阶段有着不俗的事业运。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线纹的长度也会影响命主的财富收入，一般来说是越长越好。5. 手腕线上有倒纹，非常糟糕的一种纹理。倒纹的存在无不预示着麻烦和危机的出现。手腕线上有倒纹的话，说明其人的性格比较重利轻义，非常渴望获得财富，但他们的愿望很难实现，相反倒是容易身患重病。6. 手腕线上有链状纹，这种掌纹是在手腕部分形成链锁的，而且线条清晰。通常有这种腕线的人都是大器晚成的人，需要在早年经历更多的困难，应该培养这种人的自信和热情。当心智成熟的时候，就能够利用自己所积累的所有人脉和经验。7. 手腕线交叉，如手腕线呈十字形，杂乱，表现这种人体质差，身体爱有小毛病。女性往往有月经紊乱，生育困难，子女缘浅薄。男人有肾虚的问题，更应该加调理，注重养生。8. 手腕线断断续续，手腕线不连贯是精神缺陷的表现。女人轻则有卵巢问题，男人轻则常咳嗽成病。假如出现手腕线一段，更要注重身体，适当补充营养。4. 手腕线看健康生育，手腕线附近肌肉组织厚实有弹性，且肌肤细润者，其人之神经系统健康，少见病变，头脑聪慧，处事有条理，生命力旺盛，所以情志欲望也较高。反之，如是皮肤粗糙、肌肉松垮垮的人，其健康情况必见不佳。此外，当手腕线出现如下形态时，也预示着其人身体健康状况不佳，尤其是生殖系统较弱，恐怕会有生育方面的困难。1. 手腕线呈弓形，手腕线第一条呈弓形，不论男女，多有生殖系统的疾病，恐有生育或流产的困扰。3条手腕线都是弓形，不能生育的几率提高。请记得在生育前去看医生，及早调养，有病治病，不然提供胎儿良好的受孕环境也是好的。2. 手腕线呈链状，这是肠胃器官不佳的讯号。如果同时不见第2、3条手腕线，则身体更虚，同时也主一生劳碌，非常努力才能有收获。工作辛苦和身体差的关系，可谓积劳成疾的互为因果。3. 手腕线支线流入掌内，手腕线第一条和生育能力有关，手腕线支线流入掌中如图示，不论男女，均表示生殖系统不佳，不利子女。古有云，一支线损失一胎儿。现在医学发达，可透过许多方式给宝宝安全的生长环境。
不过你需审慎处理生育能力较弱的问题。4. 手腕线位于手掌下，女子有此纹者，易有妇女病，生产时需注意血崩的发生，小孩易流产或是夭折，男子则有精虫稀少、难受孕的困扰。5. 手腕线有断裂斑点，许多人手腕线有断裂状况，这是身体衰弱并有暗疾的表示，特别要注意运动和良好生活习惯的维持，尤其在年纪渐长后，关于定期健康检查，该做的不可以偷懒哦。6. 手腕线在手腕动脉处纹路呈交叉状，女人容易有月事方面的问题，受孕较为困难，即使怀孕也容易小产。男子容易有败肾问题，精气神差，关节及脊椎骨及膝盖容易有无力寒冷的情况，需注重休息养生，容易有关节炎方面的问题。虽说人固有一死，只是早晚的问题，但是都希望自己能活得长久一点。从古至今，有多少的王侯将相都在寻求长生不老之术，又有多少的百姓寻求长寿的偏方。其实阎王要你3更死，不会留你到5更，所以人生享受当下便足矣。那么从手相来看，哪些人属于短命之人呢？哪些人又属于长寿之人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短命手相。1. 生命线短。在手相学中，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比较短的话，说明寿命也比较短，因为生命线与寿命息息相关，生命线越长，也就意味着寿命越长。如果生命线比较短的话，说明很难长寿。2. 手纹杂乱。如果一个人的手纹比较杂乱，而且有很多细纹，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手纹杂乱的人心思沉重，容易胡思乱想，心态不好，经常会出现焦虑、烦躁和杞人忧天的情况。而心态与寿命息息相关，心态不好也就代表着容易生病，将来很难长寿。3. 生命线中断有连接。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中断有连接上，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生命线中断代表着在中年阶段可能会遭到一些意外和一些严重的疾病，会给生命和健康造成威胁。4. 生命线比较浅。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比较浅，这也是非常不好的征兆。通常来说，生命线浅的人也就代表着身体素质较差，容易遭受疾病的侵袭，即便生命线很长，也依然无法长寿。5. 智慧线向下弯曲。根据手相学的说法，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大多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情绪起伏不定，容易胡思乱想，患得患失，而且情绪激动，时常会被外界的一些事情所影响。这类人长时间处于悲伤的情绪当中，可能会因为精神类的疾病而导致死亡。6. 生命线呈倒钩状。生命线呈倒钩状的人平日里常常会出现一些疾病，比如胆结石、肺结核、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由于长时间与疾病做抗争，身心俱损，将来很容易早逝，因此在健康保养方面不可掉以轻心。7. 生命线末端有流苏纹。根据相学的说法，若是生命线的末端有流苏纹，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这种类型的人大多身体机能较差，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比如换季的时候常常会感冒发烧，在病毒或者是有大范围流行病的时候也很容易被感染。而且这种类型的人比较偏执，不懂得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所以很难长寿。8. 健康线下垂。如果一个人的健康线下垂碰到了生命线，这种手相也非常不好，说明健康运势不佳，容易短命，甚至还会死于非命。这类人平时一定要谨防各类意外事故的发生，同时也要远离是非和危险的地方。9. 生命线末端有星星。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很多星星的记号，这种手相也很不吉利，说明容易被疾病缠身，容易发生意外的概率也比普通人高出许多。比如交通事故、人为伤害、天灾人祸等等，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和健康。10. 生命线有缝隙。如果生命线的中间有缝隙，并且缝隙比较大，这种手相也是非常不好的。生命线有缝隙，也就意味着命运坎坷多磨，将来多灾多难，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2. 长寿手相。
一、手掌很厚实，很饱满。从个人手掌的情况里，也不难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得知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瘦小、很薄、很僵硬，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这样的手相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的福气很差，财运很差，更说明了一个人的身体健康不好，健康运势不佳。所以这样手相的人多数都是短命之辈。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很饱满、很厚实，手相非常的有肉，这样的手掌说明了你很有福气之余，也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通常来说，生活中的100岁老人手掌还是非常有肉的，可见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你长寿哦。2、手掌丰满红润。手掌丰满红润是十分好的一个手相特征。相对的，有些人的手色则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象。即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病痛缠身，惶惶不可终日。3、手指纤细。手指纤细的人是典型的富贵命，尤其是拥有纤细手指的女人，福泽更是深厚。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不用太过操劳，就能轻易地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天生拥有着这样一双纤细的手，操劳繁重的事物都自然而然地避开了。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是十分旺夫的，若是娶这种女人作为妻子，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富裕。4、掌心有痣。痣并不是越多越好，痣也分好坏。若是掌心有痣，则一定是富贵长寿之人。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他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的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5、食指与无名指等长。一般的人食指都会是最长的，但只是大部分。有些人的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说明此人天生有福，属于长寿之人，一生福禄寿全，好运不断，靠着自己的天资聪颖，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更成功的事业，更幸福的家庭，他们就是一生好命之人，而且自身的福报深厚，愿意帮助别人，创造了很多的幸福。这种人往往会是个活雷锋。6、生命线很深很长。生命线本身就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相关的，所以若问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是可以从生命线的纹路中看出来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相当的虚弱，生命线不仅很短，生命线的纹路还非常的不清晰，这样的生命线直接说明了一个人的生命力不强，抵抗力差。而通常来说，生命线很弱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这样的人连自身健康都无法保障，如何可以长命100岁呢？相反，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很长，生命线的纹路非常的清晰，生命线粗而深，这样的生命线意味着你的生命力顽强，是一个体格强健、身体健康的人，你很少会被疾病困扰，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优良，所以这样生命线手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哦。7、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长寿人的手纹之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是绵长、深厚、红润的，就像一条奔腾的河流，气势磅礴。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逐渐流向掌底，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易患病，能长寿的手相特征长在生命线旁边水星线的线，又称第二生命线。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一般预示此人身体各脏器运转良好，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是健康长寿的体格。此外，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没有坎坷，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可以长命100岁，一辈子好运。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手相的话，说明你的运势很好。8、生命线旁边有支线。
在手相图解生命线中，如果生命线的旁边出现了一个支线，这条线就是负生命线了。一听到这儿，大家可能都会联想到，负的只有在正的缺席的情况下才能够派上用场。其实就跟这性质差不多，负生命线就在生命线出现变化，自己遭遇不测的时候，负生命线就担负起保护主人的重任，让他在危险中脱身。这样的人总是会比别人幸运一些，所以只要他们自己不作死，活到长命百岁也是没有问题的。每个人活多久都是有命数的，如果一味的纠结能活多久，反而是种痛苦。人生在世，活一天就要精彩一天，这样也不枉来人间一趟。每个人的手纹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富贵，有的人长寿。而要知道一个人富贵还是长寿，可以用手相来看。那长寿人的手纹是什么呢？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那么长寿人的手相是什么呢？短命的手相又是什么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长寿手相。一、生命线很深很长。生命线本身就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相关的。所以若问一个人的寿命是长是短，是可以从生命线的纹路中看出来的。如果一个人的生命线相当的虚弱，生命线不仅很短，生命线的纹路还非常的不清晰，这样的生命线直接说明了一个人生命力不强，抵抗力差。而通常来说，生命线很弱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一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这样的人连自身的健康都无法保障，如何可以长命百岁呢？相反，如果一个人生命线很长，生命线的纹路非常的清晰，生命线粗而深，这样的生命线意味着你的生命力顽强，是一个体格强健、身体健康的人，你很少会被疾病困扰，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优良，所以这样的生命线手相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哦。二、手掌很厚实饱满。从个人手掌的情况里，也不难看出一个人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得知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手掌很瘦小、很薄、很僵硬，又或者整个手掌都没有半点肉，这样的手相不仅预示着一个人福气很差、财运很差，更说明了一个人身体健康不好、健康运势不佳。所以这样手相的人多数都是短命之辈。但如果一个人的手相很饱满、很厚实，手相非常的有肉，这样的手掌说明了你很有福气之余，也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通常来说，生活中的100岁老人手掌还是非常有肉的，可见这样的手相预示着你长寿哦。三、手掌丰满红润。手掌丰满红润是一个非常好的手相特征，相对有些人的手掌暗淡无光，常常呈现干瘪状，手相丰满红润则是大富大贵之相。即使这种人从一开始的出身并不佳，但大富大贵终究能够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得到。相反，手掌干瘪暗淡的人会经历较多的灾难，晚年还会疾病缠身，惶惶不可终日。四、手指纤细。手指纤细的人是典型的富贵命，尤其是拥有纤细手指的女人，福泽更是深厚。这种类型的人往往不用太过操劳，就能轻而易举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天生拥有这样一双纤细的手，操劳繁重的事物就自然而然地避开了。拥有这种手相的女人是十分旺夫的，若是娶这种女人作为妻子，那么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富裕。五、掌心有痣。痣并不是越多越好，痣也分好坏。若是掌心有痣，则一定是富贵长寿之人。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明之人，他们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富贵长寿的精彩人生。六、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长寿人的手纹之生命线中生出水星线，手相中最好的生命线是绵长、深厚、红润的，就像是一条奔腾的河流，气势磅礴。发源如果是位于大拇指和食指中间，逐渐流向掌底，这样的生命线代表着顽强的生命力，不易生病，能长寿的手相特征。长在生命线旁边的水星线又称第二生命线。出自生命线的水星线一般预示此人身体各脏器运转良好，呼吸和循环都很正常，是健康长寿的体格。
此外，运势和事业都顺顺利利，没有坎坷，是典型的长寿的手相，可以长命百岁，一辈子好运。所以如果你有这种手相的话，说明你的运势很好。7. 食指与无名指等长。一般人的食指都会是最长的，但只是大部分。有些人的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说明此人天生有福，属于长寿之人，一生福禄寿全，好运不断，靠着自己天资聪颖，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更成功的事业，更幸福的家庭。他们就是一生好命之人，而且自己福报深厚，愿意帮助别人，创造了很多的幸福。这种人往往会是个活雷锋。8. 贵人线交叉。贵人线又称姊妹线，是在生命线的内侧，紧靠着生命线，与生命线相互平行的线。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呈交叉状，纹线深且清楚，代表有贵人运，往往事业有成，而且寿命也比较的长。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多子多孙，长寿喜乐。9. 财运线没有断裂。财运线也叫做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代表着一个人的金钱运，也跟人的寿命有关。若是在手相中，水星线距离生命线只有一点点，是一条直线，中间没有断裂，表示这个人身体很健康，消化、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手相。2. 短命手相。1. 生命线中间有中断。这类人特别的倒霉，往往都是短命鬼，他们会遇到意外的死亡事件，可能是很可怕的车祸，也有可能是诸如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这类人没有办法长命百岁，但也有可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会走向死亡。2. 生命线很浅很短。这类人天生身体素质很差，从很小的时候抵抗力和免疫力就很弱，父母为了让他们健康茁壮成长，会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类人没有办法长寿，往往只能活到50岁左右。3. 掌纹不深刻。这类人是天生的倒霉之人，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总是会遇到倒霉的事情。他们虽然不会死得特别早，但肉体上会承受很多痛苦，精神上压力也很大，他们可能会选择自杀。4. 生命线很短且中途忽然消失。这类人生命力很弱，寿命也特别的短，容易遭遇重大疾病的侵袭，比如说可怕的癌症。虽然他们意志力很强，愿意同疾病做斗争，但由于医疗技术有限，最终也会走向死亡。5. 生命线比较的短。这类人命运坎坷，小的时候生活状况不是很好，经常饥一顿饱一顿。长大之后，他们会被工作拖累，经常晨昏颠倒，饮食不规律，婚姻生活也不是很幸福，往往死得很早。6.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这类人其实身体状况很不错，但是命不是很好，容易死于非命，比如说遭到可怕的谋杀，再比如说与人发生肢体斗争的时候被别人误杀等等，总之死得非常倒霉。7. 智慧线向下弯曲。这类人精神状态不是很好，非常自卑，性格内向，经常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郁郁寡欢。他们还会长时间沉浸于悲伤的情绪中，容易因为精神疾病而死亡。8.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这类人精神状况并不是很好，可能由于家族遗传病，哪怕他们特别注重身体保养，十分珍惜生命，还特别热爱生活，但是最终的结局都不是特别的好，很可能会死于心脏病或者是癌症等等。9. 生命线呈现倒钩状。这类人虽然不至于遭受重大疾病打击，但是总会遇到一些小病小灾，比如说关节炎、胆结石以及肺结核等等。他们与疾病抗争的能力和意愿并不是很强，中年的时候可能就会走向死亡。10. 智慧线向下且靠近月丘下面。这类人思想很极端，特别喜欢钻牛角尖儿，做事情还很冲动，他们很有可能因为性格问题做出违法犯罪的事情，一旦造成他人死亡，那么他们肯定也会被判处死刑。11. 生命线末端有流苏纹。这类人不太注重身体保养，身体素质也特别的弱，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比如说天气变得很热，他们就特别容易头昏脑胀，甚至有可能来讲讲抓财手、漏财手，你是哪一种？相学中手相是一个极其需要注重的地方，
通过不同的手相特征，可以知道一个人到底是抓财还是漏财。人们常常喜欢说某某某是能抓财，这其实也是有手相的一方面原因。如果是漏财手，首先是不容易抓财，其次就算财富到了手里也容易溜走。那什么样的手相是抓财手相呢？什么样的手相又是漏财手相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一、抓财手的8种特征。一、事业线起始于土星丘。这是指手掌中的事业线是从中指下方的土星丘延伸出来的，或者说事业线长度较长，能够达到土星丘上。如此修长的事业线，说明了其人在工作中不仅个人能力出众，擅长努力，而且还能够获得贵人的帮助。如此一来，即使他们会遭遇意外变故，也能够化险为夷，保持工作状态稳定不下滑。此外，这类人的情感运势也不差，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结婚之后获得好的事业运、财运。二、手指齐整，没有指缝。如果手中的5根手指并拢之后没有非常明显的指缝时，也能够体现出其人的财运非常的好。这种手相除了象征着其人性格自律、擅长赚钱，且懂得理财之外，还说明了其人很少会因为意外因素而面临破财危机。他们从来不会在生活中铺张浪费，懂得如何正确使用手中的财富，可以说是生活和工作都是井然有序，自然不会有着缺钱的苦恼。三、掌丘饱满，掌心内凹。微微内凹的掌心再加上饱满的掌丘，这样一种手相就是所谓的聚财手，也被称之为聚宝盆。因为从外形来看，掌心内凹，而四周的掌丘突出，使得整个手掌如同盆地一般，故而有着聚宝盆的称呼。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擅长聚财，他们有这类良好的事业运和财运，也知道应该如何去做，才可以保持个人财运的稳定。无论是通过努力工作还是投资，都可以获得高额的财富收入。四、手中拥有好的理财纹。位于小拇指以及无名指根部位置的短小斜线便是理财纹，也叫做钱财纹。这一纹线便是手相中最能够体现出个人偏财运变化的掌纹之一。好的理财纹一般在3条以上，且每一条都是相当的清晰深刻，外形也是近乎相同，没有分叉、断裂等情况的出现。好的理财纹意味着命主容易获得横财。5、手掌中心长有痣。长在手掌中心的痣被称之为聚财痣，因为手掌的中心往往微微凹陷，其外形就如同一个盆一般，所以也叫做聚宝盆。而位于聚宝盆当中的痣就相当于是财富，所以也称之为聚财痣。这一痣象出现的概率并不高，而一旦获得，就意味着其人的财运十分出色。6、手指甲红又圆。在手相中，若是一个人的指甲长得圆圆的，红润有光泽，则往往说明他们自身的精力比较的旺盛，个人的财运亨通，注定就大吉大利的富贵相。所以这样的人不但会赚钱，而且存钱的能力也是一流。只要是把钱交到他们的手里，一定会把钱财打理得井井有条，全家人的经济条件也会上升，福泽几代人，儿女也极少会为了赚钱而发愁担心。7、手掌有井字纹。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手掌用于井字纹，尤其是中指与无名指的位置，则往往属于富贵的象征，往往会有财大气粗的说法，通常说明他们会有横财上门，是富贵的象征。一般的情况下，这样的人他们的运气会比较好，个人的能力强，尤其是敢于创造，抓住机会，知道怎么去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源去创造价值，天生就是做生意的好手。8、手掌钱财纹多多。钱财纹位于小指下方的位置，往往会以此处的竖纹多多，往往说明此人的收入多多，钱财多多，
只要是把钱给他们，极少会胡乱的花销，是聚财的好能手。而且这样的人非常的适合创业，能力运势兴旺，不差钱也不会缺钱，属于典型的财神爷赏饭。只要他们不笨，就一定会取得一定的财富积累，往后的生活也是会越过越好。2. 漏财手的5种特征。1. 手掌平薄。在相学中，手掌以厚实饱满为佳，这种人不但很有福分，而且挣钱的能力也比较的强，做事非常的踏实，人也比较的勤劳，能挣也能存，守财能力比较强。若是掌心平薄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犹豫，缺乏魄力，难当大人，挣不来钱，一生财运很差，即使是辛苦劳碌，也只能勉强维持温饱，即使有些钱，最后也留不住，属于典型的漏财手。2. 手有漏财纹。所谓的漏财纹指的是位于食指和中指指缝连接处的竖纹，掌有漏财纹，那手掌自然也就是漏财手了。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没有理财观念，对于金钱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差，对金钱也没有什么概念，有钱就花，没钱就借，整天想的不是怎么能挣钱，而是怎样去花钱，而且花钱如流水，想要存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钱存。3. 指缝较宽。漏财的意思是手如漏斗一般，抓不住财。如果一个人的手指合并起来，闭合不严，手指间有着明显的缝隙的话，尤其是食指和中指之间有明显的缝隙的状况，这种手型属于典型的漏财手，而且漏财的程度与指缝的大小成正比，指缝越宽，漏财就越严重。这种人一般花钱比较的随性，只要是有点钱就忍不住的要花出去，很难存到钱，经常是拆东墙补西墙，日子过得比较紧张。4. 手指修长。从相学角度来分析，如果一个人的手指长得较为修长的话，这种人一般很有艺术方面的天赋，很有才华，通过自己的努力，往往能够在某一方面获得成功，为自己迎来金钱和名望。这种人对于名声和权力的追求欲要大于金钱，而且注重自身能力的提高和生活品质，金钱并不会是他们特别看重的东西。为人良好的名声和生活花钱方面从来不会考虑太多，甚至为了达到目标更是不惜成本。不过这种人的挣钱能力也比较强。5. 食指向外歪斜。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长得圆满而直溜，并且与中指紧靠的话，这种人一般生活态度积极向上，做事踏实诚恳，守财能力超强，一生无忧。若是食指长得向外倾斜的话，此为漏财之兆。而无名指如果也是这样的话，那跟食指是一样的，都属于一种漏财比较严重的手相。这种人破财较多，日子注定会过得比较清苦。通过上述，大家对抓财手和漏财手是什么样的有所了解了吧？大家可以根据上述的方法来判断自己是不是漏财之手。如果有碰到自己是漏财手的，也不要着急，漏财手也是有化解方法的。小酱汁有3点建议。1. 漏财手的人可以将金钱交给家人保管。如果说一个人破财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投资不谨慎，或是花钱没有计划的话，那么要想避免漏财，可以选择将金钱交由自己的家人保管。只要学会如何去赚取更多的钱财即可，不去管理财富，自然可以减少资金平白无故遭受损失的概率。2. 漏财手的人可以佩戴戒指。当手中存在漏财纹时，可以在食指或者中指上佩戴一枚金质或是玉质戒指，提高自身财运运势。这一类戒指饰品可以起到镇压财气的作用，能够确保自己所赚取的金钱不会因为各种意外而遭受损失，从而减少破财的次数和幅度。3. 漏财手的人可以购买不动产。为了能够存住钱财，可以将金钱直接变成房屋、贵金属以及其他奢侈品等等。
这一类商品的价值不会轻易下降，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特殊的储蓄方式，可以有效降低命主的漏财运。有的人明明赚钱不少，但因为各种事情，从而导致无法攒到钱，这就说明自身漏财。这就需要我们在生活中格外注意，必要时通过一些手段，从而防止漏财。好了，大家讲讲万代金窝是福还是祸，奇准无比。一、手腕线代表什么含义？你手掌有几条手腕线？每个人手掌中的纹路都不一样，一般有生命线、智慧线、感情线3条主线形成，但也有其他纹路组成，比如手腕线。每个人的手腕线长得都不一样，而且手腕线的形状、长短都会对自己的运势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常有几条手腕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一条健康线，一条线代表的是健康，要是一条长的比较清晰，而且粗细分明，没有分叉，那么这样的人心态一定会非常的好，而且身体健康。要是手腕线长的开始分叉了，那么就要注意自己最近的状态，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导致自己的精神压力会比较大，另外晚上也不能熬夜，遇到这样的情况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有机会多出去运动运动，保持健康。2.2条财运线，2条代表的是富贵，要是长了2条较长的手腕线，这样的人属于那种富贵命，一生中福气会非常的足，在平时发财的机会非常的多，就算是没有发财，那也会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经济能力很强。但要是第2条线不是特别清晰的话，运气就不会太好了，财运不仅不会较好，而且一生也比较平淡，没有什么发财的机会。3.3条贵人线，3条线代表的是运势。要是一个人拥有清晰分明的3条线的话，一般这样的人命中显贵，有较好的福气，参加工作之后会有贵人相助，所以自己的仕途也是会非常的顺利，随之而来的财运也会非常的好，在金钱方面没有什么发愁的地方。但是第3条线不是特别清晰的话，那么贵人运就不是太好了，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必定也会有不小的收获。4.4条子孙线，4条线代表的是子嗣。要是一个人清晰地拥有4条手腕线的话，代表着这个人家庭会十分美满、和谐幸福，有子孙满堂的说法，而且自己的寿命也会很长，5世同堂都不是问题，自己老了之后会受到子孙的爱戴，有较好的福气，一辈子不会有太大的麻烦，与别人也是和睦相处，一辈子和和美美，注定能过上美好的生活。2. 今年遇事你会倒霉的征兆。1. 印堂发黑，眉间居中的位置在面相学上称为印堂，也就是人命宫，对人的运势起着重要作用。一般健康的印堂应该是肉黄色的，如果运气好的时候会有明黄色或是泛着红光，而如果人要有灾难或者倒霉，印堂的颜色就会变暗、变青，甚至变黑，颜色越黑，灾难就越严重。2. 情绪焦躁，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在倒霉前自己也有一些预感，不过他们不明白这种预感预示着什么，但心态总是很忧伤，对周围的事物都很没有耐心，情绪处于焦躁状态，不时地与人发生冲突。因此，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应该及时调整心态，防止灾难发生。3. 莫名的发慌，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心里总是觉得最近会倒霉，或者是害怕老天对他的惩罚，那么他这段时间一定会倒霉的。所谓的境由心生，如果我们心里想的是正能量好的方面，那么生活或者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心里装的是负能量，想的是坏的方面，那么生活或者事情就会向倒霉的方向发展。4. 破碎，这通常是不吉的预兆，
其中以随身携带的吉祥物和餐具最应验。时间上则是在早上时打破东西尤为灵验，比如在吃早餐时不小心打破了碗，那在这天里行事都要谨慎为宜。据《溺水女人》，是继贼王张子强之妻罗艳芳自述一书讲述，刚到深圳不久，张子强随身携带多年的一只玉坠摔碎了。玉坠是他的吉祥物，张子强便有一种大祸临头之感，结果没几天就真的落入了法网。5. 折断，这同样是不吉的预兆，比如梳头时梳子不小心掉地上折断，这是一种有人事烦恼的预兆。又如弹奏乐器时琴弦断掉，如果这时心有所思，则表示所想的事情会不顺利，其中感情之事尤为灵验，有感情受挫的预兆。6. 遗漏，这是不吉的预兆，比如外出办事去到半路才发现忘记携带相关的物品，将预示着这项事情办得不会顺利，得大费周章。7. 争吵，这也是不吉的预兆，尤其在早上的表现最为明显，将不利财运。比如生意人在早上与人发生争吵，不管是与家里人还是外人，都将预示着这天的生意奇差。正所谓和气生财，一旦争吵就表示和气被破坏掉，财神自然就不会光顾了。8. 食物，一般人的心里都这样认为，在路上拾到别人遗失的物品，这是一种交好运的兆头，其实不尽然。笔者见过一例，有一小孩在放学路上捡到一把新雨伞，带回家里，结果家里不久就出了灾祸。原来这把雨伞是别人在办白事时扔掉的，拾了回来等于将晦气带回了家里。所以有时在路上看到别人遗失的物品，那真的要考虑一下该不该拾。9. 自来猪，也就是有猪自动上门或跟随到家。俗话说，狗来富，猪来穷。有狗送上门来，这是好的预兆，表示家庭会走向兴旺，事业财运会越来越好。如果是猪呢？那就要谨慎了。笔者就见过这样的例子，有人在马路边捡到一头猪，便赶回家里喂养，结果家里不久便招惹了事情，反而破了大财。10. 灯斗，这里主要讲的是结婚时用的灯斗，这时的灯代表的可是人丁，所以要格外小心照料，不能让风吹灭了，或者没有导致灯燃尽了。灯灭了虽说可以再点燃，但将预示着往后夫妻在生育上有不顺的信息。11. 不爱干净，不爱干净指的是自己的个人卫生不讲究，邋里邋遢，包括自己居住的环境不打扫，衣服脏了不洗等，这样心情也是不可能好的。整体脏兮兮的，就如同乞丐一般，这样的人一般都是极度自卑、自暴自弃、颓废度日，这时候霉运最容易来临。12. 开始混日子，现实生活中喜欢宅在家里的人非常多，特别是一些女生，不爱运动，不保持身材，下班就知道回家躺在床上看电视剧，社交少，朋友少。俗话而言，这叫做混日子。13. 傲慢，傲慢就是不听别人的劝告。如果一个人在做事的时候只顾自己的想法，而不听别人的建议，那么肯定会倒霉的。毕竟旁观者清，众人都能看到的问题是真的有问题。14. 缺乏激情，对生活缺乏激情，不积极对待，每天过得浑浑噩噩，也让自己陷入一种恶循环。这样的人的气场很差，霉运怎么可能不来呢？如果你想改善运气的话，最好是先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只要你能够乐观地面对每一天，你会发现有意想不到的好事在等着你。15. 做事总出错，在生活还是在工作中，我们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认真负责，不能三心二意，心不在焉，这样往往会容易出错。错误是小问题，可以及时的更正，但是有些错误就无法弥补。此外，如果养成这种恶习，
对自己以后的人生和工作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吃完就不会有好运降临到你身上。16. 做亏心事后，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们不要做亏心事，一旦做了亏心事之后，心里总是会想着那件事情，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非常不好，其他的事情自然就做不好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总有一天也会自己的尝到恶果。17. 恶语伤人。俗话说，祸从口出，良言一句三春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这些都说明了语言对人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好的语言让人如沐春风，可以带来和谐的人际关系，顺畅的人生。恶的语言则像是一把把利刃，不仅容易伤害身边的人，还可能得罪小人，招来祸患。比如有些人出于故意或者无意，嘴上不留情，总爱在人前揭别人的短，戳人痛处，使对方处于尴尬的处境中，从而伤了对方的自尊心，被对方记恨，那么很可能某一天就会遭到对方的报复。这就是祸从口出。18. 有鸟屎落在了身上。鸟屎算是脏东西，人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头部，若是任何晦气或者脏的东西落在头上，都是一种极为不吉利的事。在不少地方有一种忌讳，来月经的女子抚摸男子的额头会带来不好的事情等等。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